刑警和警察对视一眼，男人立马将手缩回车里。警长敏锐的察觉这两人绝对有问题，谁知道辛晓峰心有灵犀，一脚油门冲上去，紧紧逼停了出租车。令辛晓峰意外的是，一队直接子弹上膛。报走，上不下车。辛晓峰急忙上前揪出后排的两人，出租车司机吓得不轻。一队敏锐的发现，副驾驶的人竟然把手投进了包里。别动，别动，趴下，把东包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报走。报道！怎么？放头上！小哥！辛晓峰立即上前抢过手提包后制服对方。果然，正如一队所想，包里真有一把上膛的手枪。想想刚才也是够悬的。就一眼，就敢拔枪，你还不一样。一队对协警辛晓峰很是器重，只是他每次下意识碾灭烟头，是潜逃罪犯才会有的磨指纹习惯，令一队不禁联想到一桩特大杀人案。7年前，福建西陇发生了一宗灭门大案，女孩被强奸致死，一家5口全部惨死。作案人手段残忍，却心智过人，夫妻的脑颅都被打碎，现场却没留下一枚指纹。2015年，曹保平呕心沥血的《烈日灼心》上映，3天票房破亿，主演邓超、段奕宏、郭涛成为上海电影节史无前例的3黄蛋影帝。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邓超、段奕宏、郭涛、烈日灼心，恭喜3位！影片不仅首次将注射死刑的全过程搬上大荧幕，超哥和吕颂贤还贡献了大尺度激情戏，被网友们戏称广电总局翻身之作，烈日昭彰，最灼其心。今天就让我们回顾这部国产犯罪影片的巅峰之作。一人一台戏，盘古开天地。列位，话说7年前，福建的西陇发生了一宗灭门大案，被杀的是一家5口，父母、外公、外婆，还有女孩。故事从7年后厦门一个暴雨倾盆的深夜说起，一辆出租车被逼停在路边，后座上的人勒住司机的脖子，副驾驶拿出一把匕首，要挟司机说出存折密码。司机阿道也是财迷心窍，打死都不肯说出密码，只一刀，他的大腿就被扎出了血窟窿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2辆警车从前方经过，随即一个急刹又倒了回来。荒郊野岭，雨夜停车，车身歪斜，任谁看都知道不对劲。一股春下车，眼神锐利如刀，他一眼就看出了问题。车怎么停成这样？车内的歹徒惊慌失措，但意外的是，阿道不仅没出卖他们，反而故意挡住伤口，给歹徒打起了掩护。算了，钱我不要了，你们下去。歹徒一脸懵逼，下车逃窜。阿道强装镇定，他不是怕劫匪，而是怕警察。他和一队道谢，说几人是自己的老乡，时不时就来做蹭车。一股纯盯着他看了几秒，那眼神像能看透人心，最终没多问，转身离开。阿道一脚油门消失在暴雨中。一队越想越不对，不出他所料，在地上捡到了匪徒的匕首。一队上车立即去追，却发现出租车已经不见踪影，几人凌乱在雨中。阿道甩开警察后，连伤口都顾不上处理，第一时间打给好兄弟辛晓峰，声音颤抖的不成样子。快乐是雨天，如果再不走一会儿，估计该露馅了。我看那警察的眼睛挺毒的，他也没看清车，没准儿。说吧，那是雨倒是挺大的。你找谁？这个令辛晓峰诧异的人，正是新上任的刑警队长伊谷春。他刚从西陇调过来，一队和众人打招呼，转身欲走，却又折返回来。你哪儿的？西陇。我从那边调过来。知道吧？阿道为何宁肯抢劫也不报警？他跟辛晓峰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？感觉到顶头上司来者不善，小峰决定搬出宿舍。烈日灼心的创作灵感来自作家西瓜的长篇小说《太阳黑子》。西瓜作为厦门晚报的政法记者出身，小说灵感来源于他在饭局时听闻的一则真实故事：3个逃犯在犯案后惶惶不可终日，不敢结婚，自我封闭，被抓后称终于解脱了。书名《太阳黑子》寓意人性如同太阳，既有光明温暖，也包含污点与暗斑。曾拍摄过《厘米的猜想》的导
导演曹保平，由于是编剧出身，对剧本有着追求极致的要求，他被原著强烈吸引。该小说的核心是极致情境下的人性焦灼，负罪者的自我煎熬，警察与嫌犯的猫鼠博弈，罪与罚的伦理拷问，结合他一贯的黑色犯罪加人性探讨的创作风格。他用3年打磨剧本，5年才将整个故事搬上大荧幕。但细心的你肯定发现，虽然片名叫《烈日灼心》，但全片几乎没有一个镜头表现烈日，相反全是暴雨和阴天，给人一种极致的压抑感。阿道和辛晓峰顶着大暴雨来租房，地段好的还不要，找到一处偏僻的宅子，房东也是个奇葩，押1年付1年，但两人非但二话没说，还租下了这里。这天，辛晓峰和一队出任务，路过一辆出租车，一队瞥了一眼，对方畏畏缩缩的将满是纹身的手臂拿了下去，一队顿感有问题，辛晓峰秒倒，一脚油门超了上去，刹车逼停了出租车，一队毫不犹豫的子弹上膛，抓捕一气呵成，对方果然是持枪歹徒，一队让辛晓峰深感不安，只看一眼就敢拔枪，这敏锐的洞察力非常人所能及。事后两人闲聊，得知小峰已经当了6年的协警，一队想让他考公，器重之情难以言表。小峰自知协警不是长久之计，便试探性的想要辞职，一队却让他不要再提，起码1年之内不许离职。晚上小峰和阿道提起白天的事，阿道劝他实在不行就辞职。这个警察太厉害了，二人还不知道他们的谈话都被楼上的变态房东监听到了，还做了记录。在他们之前，房东已经监听了42家房客，从小姐流氓到传销混混，全是社会边角料。细想也并无道理，谁家好人跑到这荒郊野岭租房子？第二天，辛晓峰刚要递交辞职信，却发现一队正在发火。这个阻隔式镜头就很微妙，既代表着辛晓峰身心被囚禁，也代表他被监视、被窥探，身不由己。小峰借口说想请假去拿几条小金鱼，一队转头望向小峰，狠辣的目光扫视着小峰，这是他的职业习惯。在和别人说话时，他总喜欢死盯着对方，以判断对方说话的可信度。小峰下意识躲开了一队灼烧的目光。一队说晚上有任务没给假。晚上他们来到一处满是积水的废弃工地，这里有一伙惯头，见了警察就跑。小峰一马当先冲进水里，却一脚踩空，脚卡进了铁丝网。眼看小峰就要溺水而亡，一队潜进水里，用尽全力，终于把小峰的脚从铁网中拽了出来，这才救了小峰一命。也许是念及救命之恩，也许是为了躲避怀疑，小峰扔掉了那封辞职信。收队后，小峰还是要去取金鱼，队长让他开自己的车。路上两人闲聊，一队无意间提到他第一次参与的大案——苏安水库强奸灭门惨案。案发现场的惨烈状况让他终身难忘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难堪的往事突然涌上心头。小峰一个愣神，大脑一片混乱，差点把车开进沟里。小峰之所以如此反常，是因为他和阿道还有海边的傻子老陈有一个埋藏了7年的惊天秘密。7年前的那个夏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让我们将时间线拉回到2008年，苏安水库旁的一栋别墅里，一夜之间5条人命，死者是一家5口，一对夫妻，2位老人，还有一个20多岁的女孩。3人作案后仓皇逃窜，逃到半路，小峰却像中邪一样说啥都要回去。老陈害怕事情败露，和小峰扭打在一起。我们3人都已经毁了，干你怒，我干你怒，干你！你快回去！家都被你毁了，人都被你毁了！混乱中，老陈脚下一滑，被树枝戳中了一只眼睛。3个恶棍犯下滔天大罪，竟然阴差阳错的逃亡了7年。他们从西陇逃到了厦门，7年间3人改头换面，苟且偷生。阿道成了出租车司机，老实本分，见义勇为，做好事还从来不留姓名。小峰成了厦门一名兢兢业业的协警，抓贼拼命，冲锋在前，6年间抓了无数坏人，是同事眼里的拼命三郎。只有老陈最惨，成了傻子，在金源岛帮人看鱼排。他们还收留了一个弃婴，取名尾巴。3人本以为相安无事，但命运的齿轮从不缺席。直到这天，一队和小峰提到7年前的灭门惨案，小峰一晃神，差点把车开进沟里。原来是一条小狗。扔到沟里没看见，晃晃荡荡。爷。
小峰慌张的碾灭了烟头，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引起一队的注意。他突然想起自己报道时，小峰也是用手碾灭的烟头。第一次见小峰，易谷春就觉得不对劲儿，这个协警眼神里藏着太多秘密。刚刚小峰慌张的眼神让一队敏感的神经再次触动，他没声张，反而不紧不慢的说起了案情。尸体发现时都已经臭了，尸水遍地，满屋子蛆在爬。随后他放倒了座椅，直勾勾地盯着小峰的反应，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猎人，死死盯着自己的猎物。当年负责案件的就是他的师傅，按照师傅的推测，凶手可能另有所图，但赤裸的女孩刺激了作案人，强奸发生在瞬间，女孩心脏病突发，当场猝死。凶手手段残忍，却心思缜密，外公外婆夫妻俩的脑颅都被打碎，却几乎没有任何痕迹。不过百密一疏，有人在女孩的吊坠上留下了半个指纹，这半截指纹正是小峰留下的。得知犯罪证据被发现，小峰透露出惶恐与不安，回答问题时明显慢了半拍。你觉得是惯犯？像是吧，像是。看小峰眼神飘忽，一队继续试探。当天有人在水库边看到了3个小青年，其中一个胸前有纹身，有人在死者门前捡到了一本天文爱好者杂志，还有人推测3人是同性恋，但一队觉得有点扯淡，同性恋会强奸女孩吗？这为后文小峰的行为埋下了伏笔。警方查了半年毫无线索，这桩灭门大案最终也成了悬案，更成为易谷春的一块心病。我师傅跟他们产生了分歧，案子走到弯路上去。不过干我们这一行的都知道一个词儿叫天谴。或许哪天冥冥之中，老天爷突然给了你一个机会。目送小峰坐船上岛后，一队自嘲的笑了。也许是自己过于敏感。上岸后，小峰发现金鱼都死了，只拿回个空鱼缸，花了大半天却白跑一趟。一队明显有些不满。他妈一根筋，几个小时这么傻跑一趟，你这脑子怎么看也比一般人清楚。你就不知道打个电话，犯这种傻。看见小峰失落的表情，一队问他拿给谁的金鱼，他说给自己的女儿。兄弟3人一起领养的弃婴尾巴，孩子原本好好的，可一次体检，尾巴却意外检查出了状况，最近在医院，但他的小金鱼朋友没来得及带过去。为了哄孩子开心，小峰这才连夜来取金鱼。回到警局后，一队拿出当年的灭门案卷宗，一切过于巧合，他难以置信。另一边，小峰给阿道打电话，却始终没人接。等他回到出租屋，这才发现阿道满身是血，早已昏迷不醒。原来就在刚刚，街上有人飞车抢劫，他们拖着一个妇女飞出几米，阿道看到后奋不顾身，拉起一名女孩追了上去，将对方追至河边。歹徒狗急跳墙，掏出匕首冲女孩袭来，阿道替女孩挡了一刀，随即与歹徒缠斗在一起。女孩大喊叫来路人，旁边就是工地，咱们的工人有力量，很快便制服歹徒。阿道让女孩看看钱财，自己一脚油门不见踪影。之所以带上女孩，是因为自己的身份见不得光，让女孩和警察解释。他踉踉跄跄回到出租屋，鲜血已经染透了前胸，他将衣服脱下，从抽屉中找出了针线，准备自己给自己缝针。他用嘴咬住手巾，拿出白酒消毒。随后拿起针线缝合伤口，一顿猛男操作，晕死过去。这段看得人头皮发麻。而郭涛也凭借这段出色的表演，和邓超、段奕宏同时拿下3黄蛋影帝。小峰回家发现他已昏迷，大骂一声，扛起阿道去了医院。正所谓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另一头，尾巴突然晕倒住院，小峰拿到尾巴的病历，感觉晴天霹雳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当尾巴是亲生女儿，这个捡来的孩子是他逃亡路上唯一的精神支柱。小峰感到无比的绝望，就像被抽走了脊椎的软体动物。大哥，要碟吗？我这也最亲密，男的和女的，2男3女。